这里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之一，火星般的地表，强酸腐蚀性的水，地处两国交界，需要民兵持枪带路。因为曾有外国游客被撕票，埃塞俄比亚的达纳吉尔洼地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越危险的地方越迷人。清晨5点半，我们到达了位于洼地的一个阿法尔人村庄，准备先在这里吃早饭休息。当地人都是穆斯林，这个点儿都起床了。村长还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早上好，各位，我们2点钟就从山上的营地开车下来了，一晚上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啊，就看星空了，反正也没怎么睡着。Hello， 我们的早饭啊是一个什么饼子蘸的这个豆子，再喝一杯咖啡。实话实说，我觉得这个饼蘸这个豆子其实味道还行，特别是这个豆子啊，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吃完早饭，我们开车前往达洛尔火山。首先经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时不时会遇见运送矿产的卡车。不久之后，车开上巨大的阿萨勒盐湖，这里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中之一。这儿曾经没有道路连接，只能靠骆驼运送开采的钾盐。导游说，以前当地人都不允许大型卡车开进来拉盐，说会破坏盐湖的环境。不过现在可以了。现在盐湖上的风很大，如果你把嘴张开的话，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一股咸味。很明显，这边的盐湖变成了黄色的，是因为这里边混合了硫磺。这个界碑上写的是，你现在是在地球上最低的地方之一，海拔-125米，就这儿了。因为这个地方处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交界之处，所以按惯例呢，会有一个当地的这种持枪的民兵来保护游客的安全。就这地上的这个应该是盐硫磺形成了某一种结晶体。随即我们到达了达洛尔火山，虽然已经在网上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但是亲眼所见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地方太不真实，这不像地球上的景观，这是幻想中火星上的场景。达洛尔火山由 NaCl 构成，也就是盐，而不是典型的火山岩。火山矿物质中含有大量的水，在高温下被蒸发，盐分大量堆积沉淀，形成了现在我们眼前这一片奇景。黄、红、白、橙、绿、褐、紫，仿佛一个巨大的调色盘。然而在这迷人的色彩背后，可以说是地狱一般的气候，即使在冬天，气温也有可能飙升至45摄氏度。这是一个没有生物可以生存的世界，虽然我们脚下是丰富的矿产资源。走近了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你看它特别像那个南瓜饼，是不是？火锅店的那种。这边又全部是爆米花。源源不断的温泉从地下冒出，无法被完全蒸发的水分形成五彩斑斓的硫磺湖。导游不断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美丽的泉水而吸引去涉足，稍不注意，不仅鞋子会被腐蚀，可能腿脚都要没了。这边有一些地方，它其实是比较脆弱的，就是你一脚下去，有可能像昨天那个火山一样会踩空。导游说，前几年有一个中国女孩来的时候，就是踩空了之后，把腿全部都烫伤了，所以一定要小心。阿 K 导游说他要拍视频，亲自解说一段。This is called Dalal, one of the hottest places on Earth. Danakil Depression. All this is sulfur pool. It's about 1.5 pH. Thank you. 经典拿枪拍照环节。刚刚问了一下导游，说现在是38、9度，还感觉不是很热。现在过了一会儿之后啊，感觉是因为太阳升起来了，现在是非常炎热。啊，这个地方完全不是人待的地方，咱赶紧走吧。我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浑身上下被盐水浸湿了之后，然后直接把这个衣服套在身上，这种感觉。你想扯也扯不掉，全部粘在一起。啊，太热了！现在知道沙丘有多写实了吧？这完全就是沙丘里边弗里曼人住的这种地方。
这是他们经常拍照的时候拍的那个网红的游泳池，结果就是这样的。咱就别去泡了吧，泡本来就是一身都是汗了，泡了的话又是一身盐水，没地方洗。哎，看看这边这个场景啊，干涸的土地，但它上面全是盐。So now we're back in the car. It's like heaven. Yes. We have air conditioner. Yes, at least. That's really comfortable after that trek. 返回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尘卷风，这是一种因为地面受热不均而形成的旋转式尘柱。这玩意儿在这边属于常见现象啊，我之前还大惊小怪的以为刮龙卷风了。主要路上车爆胎了，我觉得这种事儿应该经常发生，幸好他们有备用的。在返回 Samara 的路上，居然下雨了。阿 K 导游说，他们这儿下雨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而且这个雨下的不是一般的大，这可是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我咋觉得全球气候都有点反常呢？迪拜不是说下暴雨被水淹了吗？然而没想到的是，车往前开了会儿，雨停了，沙尘暴又来了，瞬间的能见度不超过10米。坐在车里，我真是捏了一把汗。我们本来是要去 Samara 机场赶飞机，这种天气飞机能飞过来吗？不会取消吧？阿 K 信誓旦旦地说 Don't worry， 我们这儿经常这样，飞机不会取消的，我每一次都是把客人送走了的。要坐飞机离开 Samara 了，刚刚还是沙尘暴呢，还以为这个飞机飞不了了，结果这飞机准点起飞啊！